天桥到了 We are arriving now 二天桥 Please 下车，下车请注意安全。Fasten the bus in order。上一个视频说我已经定居成都了，关于为什么挪到成都来，我好像就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了。你们看我拍了成都这么多期，一直在夸成都，但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专门拿一期来好好讲讲为什么我会选择成都。这背后的逻辑可能不只是吃喝玩乐、生活休闲这么简单，而是我一个40多岁的80后，在经历了20多年的折腾后，选择成都就是关于人生的一次深刻思考。所以我就来分享一下我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大家似乎对成都有一个巨大的误解，或者说一种刻板印象，觉得跑来成都定居就是冲着那一口吃的，或者就是为了来享受安逸的。但今天我想说一句真心话，如果你只是来贪图美食和安逸，你大可以每年花几千块钱来旅游个10天半个月，完全没有必要搭上自己半辈子的积蓄来这里安家。我相信无数像我一样选择留在成都的人，绝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有好吃的火锅和看不完的大熊猫。选择成都其实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主动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从2024年底离开北京，在全国各地飘荡，我见过太多城市的人，无论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大家似乎都被困在一个巨大的系统里，每天挤着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地铁，下了班还要在微信群里随时待命。我们在大城市里拼命赚钱，但很多人其实已经丧失了生活的能力。你住着几千万的学区房，周末却只能带孩子去商场里的人造沙滩排队。我也算去过不少国家了，而且我以前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特别喜欢看电影，这几乎就是我从高中以来一直到现在的爱好。什么类型的电影我都会去看。你们知道看电影有个好处吗？虽然电影是虚构的，但它可以让我足不出户就可以深度的了解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和人性。了解这个世界，有时候它并不体现在什么经济数据或者新闻报道里，也许它就藏在这些各式各样的故事里。说这个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更喜欢探寻人性。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绝对是最勤劳朴实的民族，我觉得不用加之一。这是褒义词，但反过来看，就是中国人过于失去自我，过于强调生存，过于忽视生活，焦虑感几乎就是长在中国人基因里了。我觉得人生就是一次，下一次还有没有我也不知道。总之我觉得人生开心就是最重要的。在成都，下班就是下班，太阳一出来，公园里的草坪上会长满了成都人。哪怕是普通的工作日晚上，街边的串串店里也坐满了喝着夜啤酒吹着牛的人。他们不是不工作，成都的高新区一样灯火通明，加班到深夜。但这群人骨子里明白一件事，工作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为了把生活献祭给工作。选择定居这里，其实就是选择夺回自己对生活的控制权。这一年既然我给我自己定的位是快乐经济16字方针，耍中找钱，找钱来耍，找耍结合，以耍为主。今天开心，给多给少我都来；今天不开心，给100万啥子我不在，对不对？今天不上班，衣裳裤儿反一抓，要求低一点，生活淡一点。心态平一点，快乐多一点，烦恼少一点，健康近一点，疾病远一点，活得轻松点，死得撇脱点。如果你像我一样走过中国的大江南北，你会发现一个让人非常窒息的现象。如今在一线城市，人们普遍活在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中。在这里，想和朋友喝一杯都成了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暂且不说大家几点能下班，权且你还有一个愿意下班后一起小聚的朋友，动辄几十公里的跨区通勤就已经是家常便饭。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代步工具，光是挤公共交通，来回可能就要耗费3-4个小时。等折腾到了，聚会的愿望早就在路上被消磨殆尽了。不仅如此，在高度内卷的氛围下，很多人甚至连去社交的愿望都不存在了。
每一分钟都在为了生活和效益奔波，任何看似耽误效率的事情都被视为没有必要。时间就是金钱的铁律，在这里被放大到了极致。同时，这些超级都市里充斥着一种极度规范的边界感，这固然很好，它是现代商业社会高效运行的基础，但对我而言，这种冰冷的规则恰恰剥离了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温情与需求。其实不只是一线城市，几乎所有城市牢笼中的我们都在比学历、比收入、比谁的房子地段更好，比谁的孩子报的辅导班更多。整个社会就像一根绷得紧紧的发条，每个人都在恐惧自己跑慢了一步就会被时代抛弃。在那种环境里，你连停下来喘口气的空隙都有负罪感。但在成都，这根紧绷的发条奇迹般的松了。在这里，没有人会因为你周末去河边钓了一天鱼而觉得你不上进，没有人会因为你30多岁还在租房子，骑着共享单车去路边摊而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在极度内卷的当下，成都提供了一种极其稀缺的价值，那就是回归一个正常人该有的生活状态。它允许你偶尔停下来，允许你平庸，允许你把时间浪费在那些看起来毫无意义但却能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上。在今天这个时代，正常的活着反而成了一种最奢侈的选择。我想全国很多地方可能都变快了，包括成都的某些区域，但成都显然守住了更重要的底线。成都人，包括大部分来成都的外地人，都是为了找回本来的生活，所以这里的基本盘就不属于内卷，这大概就是我选择这里的原因。其实我本来只想从个人的角度去聊成都对于我们这代人代表什么，但这明显深度不够，我还希望从经济规律和时代发展的角度来聊一下成都这种与众不同，在今天恰恰代表了一种最前沿的生存哲学。过去这几十年，我们全社会都在信奉一个极度简单的经济规律，工作就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为了追求极致的效率和增长，北京、上海、深圳被打造成了极其精密的庞大机器，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台机器上不能停歇的齿轮。这就是为什么在前些年里，那些城市会疯狂奖励给那些最能加班、最能吃苦，甚至愿意放弃生活的人。因为在工业和信息时代的早期阶段，人类的价值主要就体现在你的生产力上。但各位，时代变了， AI 它真的来了。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人类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变革，人的工具属性正在迅速贬值。当机器和 AI 能够比你更快地写出代码、做出报表，甚至完成大部分重复性的脑力劳动时，你拼命的熬夜加班换来的那点生产力，在 AI 面前可能根本不堪一击。在未来的经济规律里，生产已经不再是社会的瓶颈了。当机器逐渐接管了我们之前的工作，人的价值究竟还剩下些什么？在我的眼里，未来的核心资产不再是你能多吃苦，而是你到底有多懂生活。人类无法被 AI 替代的是我们感知世界的能力，是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的审美，是我们的创造力，以及我们享受无用之用的快乐。这也正是我觉得成都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当其他一线城市花了40年时间拼命地把人规训成高效的工具时，成都却花了300年的时间一直在教人们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茶馆里虚度光阴，在夜市里为几串烤肉吹牛大笑，在绿道上骑行看个日落，这些看似对搞钱毫无帮助、毫无效率的闲事儿，恰恰是 AI 永远无法计算出来的生命体验。在 AI 的时代，当工作不再是我们定义自我的唯一方式时，成都那套体验至上、情绪拉满的底层逻辑就形成了一种真正的降维打击。我觉得这里肯定有人在评论区里或弹幕里说我吹成都都吹出了新高度。没错，既然我选择了这里，肯定是觉得这里适合我，不然我岂不是个傻子？聪明的你只用参考对你有用的那部分就可以了，你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成都有自己的逻辑，无所谓对错，只看你是否认可，是否赞同，是否愿意参与进来，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其实我说这些很多成都人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都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可能也认为任何地方可能都是这样的。我成都的朋友也在抱怨这里的炎热天气、收入低、生意不好做，他们甚至有的也想离开。但这些问题可能就不只是成都的问题了，在我眼里，你走到哪里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世界没有天堂，
天堂只有在你自己心里。如果你想找一个生活便捷、充满市井气，又有人情味儿，吃喝玩乐都不缺，那我想成都至少现在就是最好的地方。众所周知，我是个80后，在我生活的前40年里，感受多半的就是经济上行的各种疯狂。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被这种大潮推着走，我也没逃掉这种大潮。但是在我这个年龄，无论有钱还是没钱，现在总想就该活回自己本来的样子。之前有很多事儿，也不是说都为了别人吧，但至少有点随大溜了。现在就是真的想做点自己觉得舒服的事儿了，只要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同时也不干扰别人，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那才是最重要的。别人说什么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自己开不开心，那也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大概就是我认为成都最大的特点吧，可以让我活得更舒适，让我更自我一些。其实成都还有一张不轻易示人的王牌，这张王牌也是留住像我这样无数异乡客的最强粘合剂，那就是在这里你真的可以交到朋友。你可能会笑，成年人交朋友在哪里不是交？但如果你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待过，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那些极度高效、运转的像精密仪器的城市里，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的朋友，我们有的只是同事、前同事、客户和资源。大家都很忙，忙着搞钱，忙着升职，就算周末勉强聚个餐，聊的也都是行业动态，谁又融了资，哪里的学区房涨价，那不是社交，那叫下班后的资源置换。在那些城市里，每个人都套着厚厚的铠甲，防备心极强，你很难撕开伪装，却看到一个人的真正脆弱。这种热闹的孤独，才是大城市里最有杀伤力的东西。在成都，人与人之间的破冰速度快得惊人。也许只是因为你们在苍蝇馆子里拼了个桌，也许你只是在夜市里买蹄花时排在了一起，几句调侃，一杯啤酒下肚，大家就能聊得像认识了10年的老友。反正我在街口的咖啡馆坐了一下午，就可以真的和几个陌生人胡乱聊起来。如果晚上你们正好没事儿，又到火锅店里来一顿晚餐，也许你就能交到新的朋友了。而且最重要的，成都不势利。当你在茶馆或者火锅店坐下来的时候，大家不会因为你是开公司的老总对你阿谀奉承，也不会因为你是刚失业的青年就对你冷眼相待。只要你性格对味，喝酒爽快，懂得起幽默，马上就能热络起来。我想如果你是江浙沪甚至珠三角，这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成都，你能交到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是那种半夜你 emo 了可以一个电话叫出来街边吃面骂骂老板的人，是那种你不需要维持人设，哪怕你混得灰头土脸，依然愿意陪你喝杯闷酒的人。所以这才是成都最厉害的地方，它用极低的物价和满大街的茶馆火锅店，硬生生地为现代人保留了一个巨大的充满人情味的公共社交客厅。人是社会性动物，真正的归属感从来不是你在这座城市买了一套多大的房子，而是当你在这个城市遇到难处或者想要分享快乐时，你知道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有那么几个人会随时随地的为你敞开大门。这就是为什么哪怕有些城市的工资比成都高，但很多人来成都走了一圈后就再也离不开了，因为这里你不是一座孤岛。既然都聊了这么多成都的好，我也算走过了全国这么多大城市了，而且后台老有人问我到底应该怎么选城市，我觉得我可以借题发挥一下，一个人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属于自己的城市，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怎么选城市。说实话，比起高中毕业选择什么专业，选择是否考研，选择是否考公，对于一些注定要离家远走的人来说，我觉得选城市可能更加重要。所以接下来对这个话题比较关心的小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这个频道，我会和你们聊聊为什么选择一座城市就是选择了一种人生。好了，我是博尔飞，这里是中国城市观察。